恭请大小姐回家。哥，婉婉，你堂堂季家大小姐，放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不过，隐藏身份整整3年不回家就算了，你竟然还嫁了个穷小子，天天就过这种送外卖的生活。哥，你别穷小子的叫他。3年前，要不是明浩哥救了我，你妹妹命早没了。再说了，明浩他现在自己创业，还拿了奖呢。大小姐，要不是您在背后出手，薛明浩能得奖？您的订单即将超时，请及时处理。好了，哥，我知道你担心我。今天是我和明浩哥的结婚3周年，我打算和他坦白我的身份。他现在身家过亿，接受起来也不会有太大压力。走了。好啊，那我就再送给他一个百亿订单，算是我送给你们的3周年婚礼。哥，你真好。预订单快到时间了。好了，哥。这不是我家吗？薛先生，老公，人人都是，难道是结婚3周年的惊喜？老公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明浩哥哥，白天当着你老婆面偷欢的感觉可真刺激。体内黄脸婆多扫兴啊！我这儿啊还有更刺激的，宝贝。老公，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谁他妈坏了这好事儿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来给我的老公和情人送成人用品。明浩哥哥，原来你老婆是个送外卖的，难怪明浩哥哥跟你结婚3年，他连碰都不碰一下，真臭。你又是哪来的？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，睡着我的床，还抱着我的老公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还是你们想加入我一块儿啊？我没日没夜送外卖赚钱养你，你却在这给别人当狗。许明浩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嘿，连情绪都不懂，老子不就出个轨吗？怎么了？不像是出个轨。许明浩，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3周年。琳娜，姐姐送外卖这么忙，3周年，还是让我陪着明浩哥哥过吧。啊，对了，明浩哥哥好像用你送外卖挣的血汗钱，给我买了不少昂贵首饰呢。女人没实力呀，就别怪男人太放肆。既然不被爱，就该珍惜点，主动讨位置。你一个小三，你敢在这里耀武扬威？我说我的，我说这里，我让他现在的小招反的可真好，来天天就出来出事。婉婉打得好，看到了没有？哎呀，出轨！这男人们真是没有一个。哎呦，那小马每天呢起早贪黑的靠着送外卖呀，这是我们创业，每天晚上都是忙着做家务。你说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这他还出轨？哎呦，你们这欺负淫妇！哎呀，我打死也不淫妇！薛明浩啊，今年就是在市里头啊创业奖，上亿资产，发达了。男人呐，一有钱就学好。发个车了！
你这个黄脸婆！看他，来，把眼纱呢，快来看，让开让开。哎呀，走。妈，穿好衣服，给我出来。妈，他出轨还把……看看你闹的，你想让周围的人都看我们家的笑话吗？殷浩刚得了奖，你就在这儿丢人现眼的。他不就是睡了个女人吗？哪个男人不偷吃腥的？你忍忍不就行了？不就是睡了个女人，他出轨，你让我忍着。女人听男人的话那是天经地义的，就算他明天领个孩子回来，你也得给我养着。明浩哥哥，你看，你可得为人家出气呀！长本事了，敢打青妍？我妈说了，让你忍着，自己婆婆的话听不明白是吧？一个妈宝男，人渣！我要跟你离婚！哎呦，当初是谁死乞白咧的非要嫁给我儿子？说什么报答救命之恩呀？我呢白捡了一个洗衣做饭的保姆，现在你胆子大了哈，敢提离婚了？哼，你想都别想！我妈说的对，没了你，谁给我赚钱开公司做项目让我得奖呢？明浩哥哥，原来他才是你们家的狗啊！什么？继盛集团要给我们合作一笔100亿订单，发财了！我要发财了！继盛集团就是那个全球排名名列前茅的继盛集团。哎呀，我就说呢，我儿子是富贵的命。哎呀，100亿订单，他的飞黄腾达了！不行，我得抓住孙女，他必须离婚。伯母，我叫季青妍。你姓季？就是那个最近传闻季家落跑的那个女孩，找到了？难道你就是季家千金？事到如今，青妍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季家大小姐。伯母，人家跟明浩哥哥一直都是互相喜欢，求您就成全我们吧。啊，小姐，季家可是南城顶级的财阀世家。青妍，我的宝贝儿，你当真是首富的女儿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明浩哥哥，财阀千金的身份太扎眼了，隐瞒你，也只是想看看你对人家是不是真心的。不过，你已经通过考验了，这不吗？我马上让我哥给你送一份100亿订单作为补偿。你不会犯罪？怎么会呢？青妍，阿姨啊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真是委屈你啊！之前一直没名没分的跟着明浩，你跟我儿子那才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啊！你说100亿订单是你让你哥促成的？不是我哥哥季廷川，难道是你哥呀？我哥什么时候多了你这样的下贱妹？浩哥，你看看你的好老婆，骗人都骗到我们季家身上来了。我们季家财阀世家，什么时候跟你一个送外卖的扯上关系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那是像个大牙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是哪个臭水沟的老鼠，也敢对我们青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我扒你3层皮？扒你3层皮！青妍是季家的千金，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坐这种车的上流人物了。哼，至于你呀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是什么垃圾？阿姨，青妍没关系的，毕竟她才是明浩哥哥的老婆。哎呀，青妍，我们家怎么能继续委屈你呢？江婉算什么老婆？她就是一个洗衣做饭的保姆罢了。就她一个黄脸婆也配当我老婆？
我老婆只能是美若天仙的千金小姐、青年女啊！你笑什么笑？你现在连给我们家洗衣做饭的保姆都不配了。幸好啊，我总备了协议，你呀，签了吧。我像你们跟个傻子一样被人耍的团团转，有眼无珠。明浩哥，你看看你老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说的好像我堂堂季家千金，连你一个送外卖的都比不上。薛明浩有这100亿订单，我也能跻身豪门当富太太了。季心妍，你当真是自家千金？哎呀，明浩哥哥，人家都送你100亿订单，表示感谢了。你的好老婆居然还敢质疑人家，你看，还给人家打的都快痛死了。一个人渣，一个冒牌货，可真般配。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看把我儿媳妇气的。儿子，赶紧滚！报恩，美女一个人啊？陪哥几个喝2杯去啊？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住手！找事儿呢？啊？没事吧？原来是这样。老子最后悔的就是3年前没找兄弟绑架个富家千金，找了你这个废物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我居然还傻傻的来报恩，薛明浩，我真是瞎了眼对你这么好。瞧见了吗？没有拆不散的夫妻，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儿。一个人渣配你这个小偷，真是天生一对。我昨晚任劳任怨，伺候着蛮横无理的婆婆，还有吃干饭的老公3年，结果这一切只是骗局。好，从此以后，我早晚和你们薛家一刀两断。再见，就吃猪肉。薛明浩，今天你瞧不起我，明天本小姐就让你高攀不起。江晚，她换身衣服怎么这么漂亮？哟，江晚，离婚协议都签了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跟踪我到商场了是吗？跟踪你，你也配？跟我搁这儿装傻充愣呢？谁不知道3天后就是谢家大小姐的回归宴，到时候整个南城的富商权贵啊都会而我将在回归宴上签署100亿码，成为最耀眼的存在。没错，而这一切啊，都是我的功劳。你少来跟个狗皮膏药似的贴上来，恶心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看我飞黄腾达了，记住，你来这不就是为了我这样？大小姐的回归宴，
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自己什么人物呀？上流社会的消息，岂是你一个下水道臭虫能打听的？一个满嘴谎连脸都不要的小三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小婉，你这个泼妇！千金大小姐也是你这种黄脸婆能比的？易青莲，你怎么入戏这么深啊？季家大小姐是你的位分，百亿订单也是你送的，你个冒牌货，真的。什么冒牌货？明浩哥哥，你看你这前妻，她不会跟你离婚之后脑子给离傻了吧？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？小婉，你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嘛。可惜了，我现在啊，需要的是青年这种在事业上能帮助我的，而不是你这样的黄脸婆。我以前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种左倾势力又妈宝的小人了？区区百亿订单就让你原形毕露？哼，还100亿！江婉，你知道100亿什么概念？能把你堆得多高啊？有本事你也为明浩哥哥争取100亿呀！争取个100块，是不是都得跑2天外卖呀？这百亿订单本来就是我送的。够了！你看我眼红，你想要钱直说。这些啊，就当赏你蹦蹦的土包子。当了薛家3年的狗，怎么双手朝上趴在地上捡钱，熟练的很吧？臭荒诞！有本事那要直接送下4个。好，满足你。10分钟之内送10个亿过来。10个亿，江婉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我们薛家现在资产才过亿，你一个被我抛弃的弃妇，居然敢口出狂言说要拿出10个亿！明浩哥哥，这个女人该不会跟你离婚后伤心过度，脑子给哭傻了？看没有10分钟。江婉，我要不是看在你在我们家3年做牛做马的份上，你今天来这儿看都懒得看。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！我来这里不过是买衣服而已。服务员，明浩女士，请把这种垃圾货色给我赶出去，臭烘烘的，也能影响了你们家招牌。明浩哥哥，你答应人家今天会随便买的，可不许反悔哦。好，今天见了脏东西，好好补偿。方家丽舍可是全球高奢品牌，这里随随便便一件都起码几10万。你这种穷骚货也不该在这种地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今年，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？明浩哥哥，你前几天把他赶出去，他不会把你家钱也偷出来了吧？好啊，你江婉，偷钱偷老子头上了。我偷你钱？你这3年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点不是我赚来的？就连你得奖的项目都少了。我创业得奖，签了100亿订单，那是我自己的功劳。哼，当然啊，也少了几亿分吃。跟你这黄脸婆有什么关系？刚才还是人示意砸死我，现在又用偷来的钱买衣服，这么吹牛皮也不嫌害臊呀！你要是现在肯承认自己拿不出钱，再跪下来把我鞋擦干净，说不定啊，我一高兴还能再赏你几次。就是，要是你能拿出10个亿，我跪下舔你的鞋。3、2、1，来了。3、2、1，来了。钱，好多钱，这周丢钱了。什么？你们家是煮饭拿了这么多钱？都是假的，假的！
你用钱压我，我就用钱还你。你们看，啊，行好。啊，小子，小婉从小如父如母，怎么会是什么大小姐？这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！这钱就是个送外卖，还大小姐，她一定是装的，我才是大小姐。你刚才说，只要我能拿得出10个亿，就跪下，把我的血舔干净。会啊，你们还不会？这些金子可够买你贵到下辈子。亲，你可是戚家大小姐，你不能被她好脸皮压一光。戚家大小姐，我还真是差了。装不下去了，77年，我可等着你跟你的明浩哥哥来参加我的回归宴呢。亲爷，你走什么？你可是千金大小姐，你刚才怎么不反击呢？给小婉压了一。我着急离开，是不想让在回归宴前把事情闹大。你没注意到刚刚店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吗？让别人看我的笑话，好上新闻，闹得沸沸扬扬嘛。也是，毕竟你是季家千金，名声动人。江婉那个贱人，不知道从哪儿弄了那么多钱，10个亿，难不成她真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？小姐，王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接少爷的。少爷说要等你一起回家。这不是被我哥扫地出门的江婉吗？好啊，原来你早就出轨了。我哥也来了。那好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太恶心！为了钱爬老头子的床啊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千金大小姐？我猜他肯定是傍上了什么暴发户，说不定啊，还是个50、60岁的糟老头子呢。明浩哥哥，也就10个亿而已，这有什么呀？我还有无限黑卡呢，只不过我今天没带着，要不然还能让他在我面前吃了方糖。明浩哥哥，等你签了百亿合同，你不也比他有的是钱？也是，我签了合同，别说10个亿，就是100亿，我都拿得出来。哥，我给你发了几张照片，你快看一看。瞧，还真让我说着了吧？像他这种穷骚货呀，真是能靠混。真是下贱！你说的对，江婉就是个不知廉耻的暴妇。我一定要装下去，到时跟薛明浩结了婚呢，我就是百亿富婆，也能跻身上流社会了。呀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哥，都说我自己来取衣服就行了，你怎么又亲自来接我？在这边谈一个合作，刚好听商场的经理说你也在这。哥，怪不得你非要让我订什么礼服，是不是想办回归宴呀？你都知道了，本来还说给你个惊喜的。衣服呢？衣服脏了就不想要了，顺便花了不少钱，那你来换。大小姐，您就是花个10亿、100亿，少爷也不会心疼的。谁敢欺负我妹妹？没有吃亏吧？我怎么可能吃亏？哥，你知道吗？居然有人大言不惭的说她才是你妹妹。这么怕哥哥被别人抢走啊？薛明浩有没有在找你？他那种人渣才不值得浪费时间呢。3天后的回归宴，
我倒是很期待看到薛家知道真相后是什么表情。哥，我听你们说服装店里是事儿，我越想就越不对劲。你说江晚他一个送外卖的，能随随便便拿出10个亿，就算他被老男人包养，也不至于这么大方。谁知道那个贱人用了什么手段？今天在服装店，让我跟青岩可是吃尽了苦头。那青岩姐不也是千金吗？怎么连10个亿都拿不出来？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怎么会有富家千金能看上我哥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怎么就不是季家千金了？够了！你青岩看上我，纯属你哥我快的魅力。那既然这样，青岩姐，你带我们去一趟李家，反正你回归宴也就这几天了。你让我哥提前带我才妻子，顺便我们参观一下你的大豪宅，怎么样？倒也是，我提前去跟季总打个招呼，道个谢，说不定能让季总多送我几个订单呢。咱们薛家可彻底要飞黄腾达了。这，青云姐，你该不会不承认我哥吧？不肯带他回家，还是说，我根本就不是季家千金？我怎么就不是季家千金了？不就是我家吗？带你们去就是了。哥，你怎么还搞得神神秘秘的？既然没有选到喜欢的衣服，不如宴会上就穿哥哥给你选的。原来你老婆是个送外卖的。这衣服，怎么了？要是都不喜欢的话，我让他们再去换几套。不是，哥，这些衣服都是有好几套的吗？小姐说笑了，季总送给您的衣服可都是高定，独一无二的。季青言怎么白天会穿着我哥哥送我的衣服啊？他穿过的不止一件。想什么呢？要是没有看中的，不如明天我陪你去国外。不是哥，你眼光这么好，挑的衣服我都很喜欢。那就好。对了，父亲听说你回来以后啊，着急的现在就要回来，但是我让他先养病，下个月就回国。我这就安排人去打扫。董事长在东郊1号的别墅。我也去。父亲这2年身体不太好，都怪我之前任性离家，没有多陪陪他。哥，我想亲自去爸爸休养的别墅收拾一下。好。怎么才回来呀？饿死了，赶紧给我做饭去！我让你带。要拿什么呀？别给我！玉儿，别再让妈去偷大小姐的衣服了。现如今她回来了，万一被她发现了，发现什么呀？你个老太婆，她有些人家的衣服多都穿不过来，你帮我拿起来走了，这拿好几年了，谁发现少？来。天天都是这些鱼汤鱼汤的，就不能换个花样吗？难吃死了！最近鱼不是卖的便宜吗？过几天妈发了工资，咱们就改善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那点破工资够我买什么的呀？连个包都买不起。不就是我家吗？带你们去就是了。好不容易帮上薛浩这个钱女，他要是看到我家这破败样子，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我这好的梦就破碎了。妈，那个，你过2天是不是要去打扫什么大别墅啊？
对。青言，你带朋友参观完别墅就赶紧离开，要是让季总知道了，我们娘俩就完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赶紧进去吧，我可不想被人看到我妈是个保姆。房间里的东西你可千万不能乱动啊，那是季总送给小姐。唉，何阿姨，我来帮你一起打扫房子。大小姐，这可不行，我怎么能让您干活呢？给爸爸打扫房子而已，这点活算什么？我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您先去歇着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也行，那我就在那边，你有事儿就叫我啊。明浩哥哥，这里。青言，原来你家住在东郊1号，这可是整个南城最昂贵的地段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而且我听说东郊1号寸土寸金，住在这儿的都是富商总裁级别的人物。还行吧，这也就是我哥送我房子里面最小的一套了。季总对妹妹这么好，我都没有想到我居然有一天能自己进来这个地方。嫂子，之前对不起，我说你不是大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呀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到了这儿啊，就当跟自己家一样。看，前面就是我家了。那是江晚？你们怎么在这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从服装店跟踪我到青言家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这一片可是富人区，你个低贱货，耍了什么手段进来的？嫂子，江晚可是连老男人都能豁得出去的，他来这儿应该是想钓个更远的，他想飞上枝头变凤。对明珠，你脑子里就这点肮脏龌龊的东西了吧？好你家住海边啊，管这么宽？嫂子，他跟咱都不是一个阶级，不要跟他浪费时间。走，咱们赶紧去看看你家去。明珠说的对，让开，看正气。青言，我们走。这就是我家。嫂子，你家也太气派了吧？这不是我家吗？看不上我们家了是吧？刚刚没完了你啊！这是我家。哼，我真想让你去精神病院看看脑子，得妄想症了吧你？你个黄脸婆，我哥都跟你离婚了，你还跟着，你要不要点脸？赶紧滚吧你！嫂子，你赶紧带我进去看看吧，别管这种碍眼。正好呀，也让一些乡下土包子开开眼。切！我记错了，是这个。都怪他，惹得我们气不错了。宝贝，别细嘴，别跟垃圾一般见识。嫂子，怎么了？我刚刚手抖了，我再试试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应该啊！我妈给我的明明就是别墅钥匙。嫂子，这不会不是你家吧？你怎么连门都进不去？怎么可能会是我家？不如我来试试。你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是吧？我为什么不能是女主人？怎么回事？嫂子，为什么江晚会有你家的钥匙？
我刚想起来了，今早我哥出门的时候跟我说家里来了新保姆，没想到居然是你，难怪有我家钥匙。我家房子这么多，谁知道哪个是哪个？季青言，你才是妄想症吧？谁是你家保姆啊？你怎么跟你家主人说话呢？也不知道我家下人怎么招聘，连你这种货色也能招进来，真晦气！原来是保姆，难怪刚才在那边扫地。真不知道你这种土包子啊，怎么混进来的？浑身上下吧，也就只能干这活了。好好把这块地给我扫干净。千倒霉，扫不干净就给我趴在地上，用你自己的衣服给我擦干净。哇，真不愧是东区1号，嫂子，你家真大，真豪华呀！姐，季总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下周就是订单签订仪式，我想和季总好好解释一下养类的事情。我哥今天会议太多了，可能就不回来了。明浩哥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哥呀，他没那么小心眼，他早就气消了。真的？你不在外面扫地，谁允许你进来了？我看他呀是没有住过这么大的小房子，想来长长见识。吴小婉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我跟秦爷，有你这样的前妻真是痴。有你这样的前夫才是我的人生污。谁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你一个清洁工，谁允许你坐沙发上了？信不信等我哥回来了就把你给开了？脏死了！你就是欺负心妍心上不会动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出去？你还不快滚！我这儿的东西但凡少了一件，拿命都赔不起。嫂子，你这件奢侈品起码得价值上千万了吧？小婉，你这个下人看了是不是现在起过？这些是你的东西吗？不是我，那呀，都是我哥买给我的，也不过都只是礼物中的冰山一角罢了。你哥哥怎么嫉妒季总对妹妹这么好？哼，你这种人怕是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些高奢。这些不过是平常东西，我眼红他，百日做梦。没钱还死爱装。那又是什么？不会是季总的画像吧？季总那么疼妹妹，这一定就是季总专门为秦妍准备的画像。云珠，快打开，给我拍屁！不行！今晚。嫂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说这些都是季总送你的吗？为什么画的是姜婉？秦妍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季总的妹妹吗？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我哥送给我的礼物！你这个小偷到底做了什么？何阿姨，何阿姨，何阿姨，我哥送给我的礼物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女人的画像？何阿姨，我平时对你挺好的，你怎么能出这么大的岔子？随随便便把什么人都放进来，还让这种人玷污了我哥的名声。我吓我一跳，还以为青妍姐姐是装的呢。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，这种人也配和季总扯上关系？何阿姨，你叫谁大小姐？大小姐。还能叫谁大小姐？季家千金不是我，难道是你？何阿姨，你为什么说谎？够了！你闹到秦妍家里来了是吗？刚刚还说自己不隐私，现在偷偷把自己的画像写，你是真把这一切都当自己家了吗？我呢？何阿姨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
谁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？我呢？何阿姨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谁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？你一个清洁工，当着我这个主人的面就敢这么放肆！我的好脾气也是有限度，还不赶紧跪下来给我道歉！七小姐，您不能这样。何阿姨，我是看在你当了我们家这么多年保姆的份上，我才不找你麻烦，随随便便就把什么人都放进来，工作不想要了是吧？何阿姨为什么能说谎？怪不得某些人真是想变凤凰想疯了。要不是我们发现的早，季总的迷还真就被你给点过。季总才瞧不上呢，长得又老又丑，还不如我一个小指头好看。小姐，物业还有10分钟就过来了，您看您。喂，晴川哥哥，什么？你已经在路上了？好的，我这就去接你。我哥哥，真有意思。何阿姨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姐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可千万不要责难青妍呀。青妍，你和季青妍什么关系？青妍是我的女儿，她说呀，要带朋友来别墅看看，我真不该私自把你们的房子借给她。你女儿？所以我的衣服也是你偷给季青妍，然后又偷放回来的？对，也是我，她就是一时糊涂才冒充您的，您就饶了她这一回吧。起来吧，何阿姨，你在我家也待了10几年了，我不怪您。谢谢大小姐，我这回去就让她好好给您赔罪。给谁赔罪啊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陪你打扫卫生。别墅里的礼物还喜欢吗？那幅画我可是抱很久。她很漂亮。对了，哥，一直冒充我身份的人，原来是何阿姨的女儿。今天季青妍带着薛美和兄妹来到别墅里，说这里是她的家。真的？怎么回事？季总，这都是我的错。青妍她就是被利益蒙羞了眼，说什么有一个100亿的大单，签订以后那就是豪门太太了。季总，你可千万别开除我呀！我们娘俩就指望我一起生活呢。100亿订单？原来是这样。这个订单本来是我送给你和薛美浩的3周年礼，之后公司太忙了，我就没管这事，我这就让人取消了。不用哥，何阿姨，既然季青妍这么爱装，那我就替您好好教育教育她。我是季家大小姐的事，您千万别告诉她。哥，订单签订仪式不仅要照常举行，还要提前到明天，我的许多宴当天。薛明浩，当你发现你厌弃的前妻才是真正的季家大小姐时，会不会哭着跪下求我原谅呀？好，正好明天的宴会上，哥哥也是季总在哪？季总啊！别找了，我哥他不在，他刚刚跟我说了，上次明珠拍的江晚跟老男人的照片，那个人其实是我们家几10年的老管家，他私自偷把别墅给了他。这毕竟是我们豪门的密室，刚刚有外人在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什么？江晚居然能跟这种大人物扯上关系？青妍姐，你是不是在装？
青燕姐，你是不是在装？我有什么好装的呀？你说这家是你，结果画上画的是姜婉，而且你还说季平川会打电话告诉你，季总他人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明珠，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哥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你说手扶千金怎么能看上你呢？我真的不信什么人格魅力。而且你说什么老管家，他把房子给他，你当时是在演短剧呢。你这样，他看上你哥我，是你对我的人格魅力。再说了，我们青岩怎么就不是大小姐？应该的百亿订单从哪来？我怎么就不是大小姐了？难不成我会是那个卖身求人的姜婉吗？你要实在不信，要不然这百亿订单我打个电话让我哥取消。青岩，你别跟明珠一般见识。薛明珠已经怀疑我们，得想办法把他使走。明珠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去巴厘岛玩吗？要不然你就好好去那儿玩上半个月，机票住宿呀我全包了，就当是嫂子向你赔罪了。真的？嫂子你真好。青岩，那个明天不就是你的回归宴吗？要不你给季总打个电话，你跟他说把那个订单签订改到明天，这样咱们正好双喜临门了，是不是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呀，那可是7星级酒店呀！季家居然包了这么大一栋酒楼来办宴会呀！早就听说季盛集团的总裁季凌川特别是今天才是关键之一。这算什么？明浩哥哥以后娶了我呀，我的都是你的。哎呀，我的好儿媳妇，你可不能被人抢跑了。回头我就找一个黄道吉日，让明浩赶紧把你娶进门。那是姜婉，他也配来这种地方？离婚后她怎么越来越漂亮？明浩哥哥，猜我说什么来？是不是他在外面勾搭上了老婆？那这不就是你那个照片上的老婆？哟，这么快要上灯？姜婉，你这个不守妇道的下贱骨头，离开我儿子才几天你就抱他个老头？你我不舍得，你儿子出轨去了，我都和他离婚了，难不成我要听我守孝3年？阿姨，说不定呀，这女人早在明浩哥哥没离婚前就勾搭上了。你这个荡妇，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！管好你们的嘴，知道在和什么人说话吗？我们家的一个老管家在外面可真威风，信不信我马上让我哥炒了你？说我荡妇，我给你戴绿帽子，也不知道当初被我捉奸在床的是谁，被我拿着鞭子抽出去被外人嘲笑的又是谁？早就听说薛家不要脸，没想到不要脸到这种地步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参加这场晚会？你这个嚣张的老东西！今天百亿订单签订后，老子在南城只手遮天，你也配打我？吵什么吵什么！季家千金回归宴马上开始，无关人者赶紧离开。青岩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宴会啊马上就开始了，让这个仙家人在这杵着吧。小姐，你就这样过了3年，受委屈了。这家人简直是胡搅蛮缠，是非不分。这3年算我眼瞎。王叔，我没事，我哥不是因为紧急会议让你去取文件吧？你快去吧。薛总好。儿子，刚才有不少路过的人对我们点头哈腰了，我气愤。那是当然，南城谁人不知明浩哥哥要签100亿订单，成为我们季家的乘龙快婿呀！咱这100亿订单的光进宴会，我可不能露馅儿。
要不说呢，娶妻娶贤的。哎，青言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娶了你啊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哎，不像那个爬老男人烂裤裆的货，现在指不定关在哪里出不来呢。阿姨，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了？哎呀，还叫阿姨呢，该改口叫妈了。待会儿真季家千金出来，我这惨了可就要露馅儿。我得编个理由打发他们暂时离开。妈，你好哥，要不……青言，你看，那是你哥在回归宴上为你准备的皇冠。好漂亮啊！早就听说季家千金美若天仙，配这个王冠真是当之无愧。今天不仅能见到大小姐真容，还能见卡曼洛夫王朝的顶级王冠，太值了！易总可真宠他妹妹，听说上面镶有212颗珍珠，1998颗钻石。对，没错，那都是为我准备的。撒谎！我的回归宴什么时候是为你准备的了？江婉，这就是哥哥说的宴会上给我的惊喜吗？你说这是你的回归宴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他怎么戴上了王冠？难道她就是季家大小姐？我看八成是假的。季家千金姓江，听说季家千金向来低调，从未见过真容。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居然随随便便戴上王冠，这贱人也是装好啊！抢东西都抢到我头上。江婉，你还要不要脸呀？还千金大小姐呢？你以为我不清楚？你就是一个无儿无父的孤儿，连青言的位置和皇冠你也敢抢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没错。各位，我才是季家千金，他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荡妇，在这弄虚作假。江婉，你靠着出卖身体混入宴会就算了，如今还装疯卖傻的捣乱我们青言的回归宴，保安呢？真是一群蠢货，刚被一个假千金骗得团团转，我可真为你们智商感到担忧啊！好，我今天就来拆穿你这个冒牌货。江婉，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。宁浩哥他不爱你，你就来我哥哥为我准备的回归宴上闹事儿，欺负我是？原来是个无权无势的欺负在这找茬。早听说薛公子即将飞黄腾达，看来这个前妻来闹事就是想多分钱吧。江婉，我知道你很爱明浩哥，甚至不惜当牛做马了3年，舍不得才来闹事。你马上离开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离开？我走了。这回归宴给谁办呀？他这种货色，敢在你的宴会上发疯，你都既往不咎。青言，你也太善良了。伯母，我好歹也是堂堂的季家千金，他一个不入流的社会底层，我怎么会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！连个煮饭婆都敢冒犯顶级财阀季家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。南城首富季家千金的宴会也来搅局，他死定了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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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。青言，你没事吧？你偷穿我的衣服，冒用我的身份，甚至连我家的房子都说成是自己的。你打着我的名号干了这么多恶心事，这一巴掌都算轻的。江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敢打青言，你完了！还有你薛明浩，3年前我隐瞒身份，是为了不让你有太大压力。这3年里，我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你们薛家的事。你一穷二白，是我一个人打了很多份工养活你们一家人。可现在我算看清了，你就是一个人渣。江婉，你是不是见不得我们薛家半点的好啊？我儿子马上就要成为季家的女婿了，飞黄腾达了，你在这儿瞎闹，晦气的个玩意儿！我见不得你们好，宋淑慧，你儿子没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都是因为我。没想到你这贱人比我还会装，这王冠我要定了。
在场的各位刚刚都看到了，一个扫地出门的弃妇，竟然在我的回归宴上闹事儿，我堂堂季家千金的面子都没了，丢的更是整个南城上流社会的脸。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南城整个上层社会还有什么颜面？谁要是能把这个女的头顶上的王冠给我抢过来，我们季家终生合作。季小姐说的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被人贻笑大方？季总亲妹妹的回归宴居然被这个家庭主妇给毁了，季总要是发起怒来，恐怕会殃及我们这些池鱼。季家终生合作，那不直接就跻身南城几大世家了吗？跟我斗，你还嫩？谁要是能把他头顶上的王冠摘下来，我让我哥答应他一个要求。谁要是得到了季总的承诺，在南城岂不是平步青云？我来，让我上！我来！哼，看看你这小贱人还怎么演下去！这个人可跟我们薛家毫无任何关系。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王冠是我的。过来，季总到。住手！真是季总！季总来了，正好，咱们把这个装季总妹妹的冒牌货给当场捉住。季天川怎么真的来了？该死的贱人！要不是跟我装大小姐抢我的王冠，我早就走人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季总，久仰大名，我叫薛明浩。什么东西？挡我们季总路了？我可是季总妹夫啊！季总还答应要送我那个100万。妹夫，你也配？都怪江满这贱人，把季总给嫌的回归宴闹成这样，老子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亲戚？天川哥哥，你这个贱货，都怪你发疯捣乱回归宴，还欺负青岩，害我得罪了季总。现在你把这个王冠给我摘下来，双手奉还给青岩。他妈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打人了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把宴会搞成这样了，明明是江晚那个小贱人。季总，你不但不怪责他，还打我儿子。你们快看看啊，守护季家丧失亲人了！都怪我，才让你前夫把你回归宴搞成这样。季总，明明是这个小贱人冒充你的妹妹，是我儿子帮你夺回了王冠，你竟然还打我儿子，你们大家你评评理呀！季总，我是你妹夫啊，季总。季小姐可是亲自许诺我们，拿到王冠，季总就答应我们一个条件。季总，赶紧把这假冒千金的女人给赶出去！我看谁敢把我妹妹赶出去！妹妹，哥，我没事。哥哥，金王冠怎么管季总叫哥哥呢？难道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季总的妹妹吗？青岩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我才是大小姐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假妹妹？哥，季青言，看来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正好，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青言，你别闹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青岩，那不是你家保姆吗？何阿姨，是来我们这种千金会干什么？还不快滚回去！阿姨，不是你妈，你别再给我装了，装什么大小姐？赶快跟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妈，青言，你不是季家千金吗？什么妈？不是我妈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江晚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在这演啊？季青言，你疯了吧？连自己亲妈都推，这老太婆她不是我妈！无药可救，我的妹妹只有江晚。江晚，
小姐，妹妹，你不是不是被你抢了老公的弃妇，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去爬老男人床的下贱骨头。不是你家大别墅的清洁工。把合同给我。想要吗？区区100亿订单，就让你们原形毕露。贪婪、自私，想要合同，可是你配吗？你为了让薛明浩得到100亿订单也是不择手段，偷穿我的衣服，把我家说成是你的。你冒充我身份这么久，装到连自己是谁、什么身份都忘了吧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是大小姐？你想通过薛明浩取得100亿订单后，自己也挤入南城名流。可惜这份订单本就是我哥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薛明浩的，你的一切功亏一篑。假的，假的，江婉才是真的大小姐。薛明浩，被你抛弃的前妻居然是季家千金，很意外吧？可是我记得我说过很多次，我就是大小姐。这一巴掌是你欺骗我3年，让我以为你是救我，结果是把我推进火坑，误了我3年时光，是无耻。没事吧？这一巴掌是你感情不忠，不仅出轨，还把小三带到家里，是无情。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这一巴掌是你抛弃糟糠妻，你穷得叮当响，是我没日没夜干活，供着势利眼的婆婆，挑剔的小姑子，自大的丈夫一家子，吸着我的血，供着你们，是无义。你这种败类，还妄想拿到100亿订单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还有你，我的婆婆，我在你们家当牛做马，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。我歇一会你就骂我好吃懒做，冬天让我睡杂物间，夏天我一笔一笔送外卖赚钱让你们买空调，你们却把空调外机装在我房间，你们一家子都是人渣。我捧在手心里的妹妹就被你们这么欺负，我都干了什么？我居然以为你是骗我的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小姐。季清言，你敢骗我？明浩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明浩，我怀孕了。滚开！我的孩子，薛明浩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什么孩子呀？你指不定跟外面哪个野男人厮混，想赖我的儿子。你没事吧，爸？我错了，爸，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终于知道错了，还敢骗老子，怪不得说什么签完合同就领证。婉婉，你看在我们3年的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是被季清言给骗了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明浩哥，你不是说你真正喜欢的人是我吗？闭嘴吧你！如果不是你骗我，说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我怎么可能跟婉婉离婚？清言，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都是清远的错，是他骗了我们。婉婉，我好歹也是你妈呀！你们薛家可真是不要脸！这3年我在你们薛家受尽委屈，没日没夜的干活做家务，稍不如意你就打我骂我。宋淑慧，你也配让我喊你一声妈？陆枫在，让薛家在南城永远消失除名。不要，不要！季总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婉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如果我知道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是绝对不会和你离婚的呀，婉婉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，本就是我带给你的。现在
你不配拥有。太过分！不要不要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不要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你们学校的女婿。妈妈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妈妈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妈妈。事到如今还在这抱有侥幸，拖出去以后再给我打一顿。妈妈，不要！求求你放了我吧！哥，你看这件还有这件都是季前穿过的。我这就让人把你这些衣服都换成新的。哎哥，季前可是喊你停穿哥哥，你难不成还要把自己换新的？我才不在乎其他的女人呢。刚好他也姓季，所以宴会上的人都把她当成了千金大小姐。那要不婉婉也不随母姓了，改姓季。反正不管你是姓江还是姓季，老爷子都不会在意的。他只有你这一个独生女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大出血去世了。姓江挺好的，算了，不去想那群愚蠢至极的人了。想家人了就吃颗糖。来，婉婉，这个是庭川哥哥，他是爸爸好朋友的孩子。庭川哥哥的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这以后他当你哥哥好不好？哥哥，你想家人了就吃个糖。哥，谢哥，真把我当你亲哥了。你少爷，董事长回来了。你先收拾一下，等会儿下去，爸爸肯定很想你。你在想什么呀？你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。我要是知道你一意孤行嫁过去的人家是这副德行，爸爸就算拼了老命也不能让你嫁过去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再恋爱啊，就得听爸爸安排。爸，我暂时不想谈恋爱，我想以事业为重，我想去星宇公司实习。怎么不来自家的继盛集团？哥，去自己家公司还算得上实习吗？想都不用想，你肯定大张旗鼓的，说不定啊，你还得拉横幅欢迎大小姐视察工作呢。我会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所以啊，我就是想当个普通人，积累社会经验。放心吧，我反正是没意见啊，这事儿就得看你哥，反正他从小就管着你。好不好嘛，哥？好。季总，星宇公司的收购已经完成了。明天小姐要去公司实习，你吩咐一下。季总，大小姐不是不想太高调吗？按照安排。是。季总，这是生怕妹妹再受到欺负了。用说了吧，咱们公司一夜间被继盛集团收购了。小道消息，还是继盛集团的总裁指名点姓收购的。
早知道了，据说是季总的妹妹要来咱们设计部实习，季总才大手一挥，要不然经理也不会让咱们来这接个实习生啊。可是这有2个实习生，哪个是季总妹妹？不清楚，不过最近听说季总的妹妹不是季，是跟母亲姓的。这还不简单，一会儿看看她穿着就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不就是去巴厘岛旅游了1周吗？怎么打我哥电话还关机？第1天上班居然不送。你看她穿的一身名牌，巴厘岛旅游还是第1天上班，她肯定就是季总的妹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设计部新来的实习生吗？你好，我是薛明珠，来办入职的。你们是？我是方文，他是叶佳慧，这个是庄家栋，您叫我小文就行。我们呢是经理安排过来迎接您的。新宇对新人这么好的呀？您哥哥早就吩咐过了，您来这儿啊，一定要跟回家一样。也是，我哥现在成了季家女婿，早就成为了万人之上，我可是豪门。我说他怎么电话关机呢？原来给我准备了惊喜。薛明珠。薛明珠，江晚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来办入职。原来你就是另一个实习生啊！穿的真老土。薛小姐，您跟他认识？要是说这个爱爬别人床的贱人之前是我嫂子，那岂不是就行了？不熟，我跟他见过几面。他之前呢是个送外卖的，而且还当保姆给人家打扫卫生。尤其是爱爬老男人的床，脏死！这种人怎么进的公司？该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我没有什么呀，怕我揭穿你面子上挂不住啊！薛小姐，这边请，我带您去办理入职。就是，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那个谁，自己跟上。你们算了。本来就是来当成普通人上班积累经验的，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哎，薛小姐，这是您的工位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。就是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这就是被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我们薛家果然是反的。我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张婉，你去给我倒杯水。看什么看？薛小姐让你倒水呢。没听见薛小姐都咳嗽了吗？我们都是实习生，凭什么让我跑腿？人家是大小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人家是大小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她大小姐，对，听见没有？还不赶紧去！一个新来的打杂怎么了？哪点眼力劲儿？一个本科都没有毕业的垃圾，之前送外卖，不知道怎么的进了设计，能设计出什么东西？当初隐瞒身份嫁进薛家，做了假身份，我堂堂海归双学位，算了，刚上班第1天就跟同事们闹矛盾，以后还怎么实习？薛小姐，水。哎呀，你想烫死我！薛明珠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不是你的佣人，这公司也不是你开的。这公司怎么不是薛小姐开的？薛小姐的哥哥昨天刚把公司收购了，薛小姐的话就是天。他哥哥薛明浩不是被封杀了吗？怎么可能还收购公司？吓得眼巴了。原来我哥偷偷给我准备了这么大的惊喜。你哥早就上班时间吵什么吵？曹经理，这个新来的笨手笨脚的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经理，那个是季总的妹妹，这个新来的跟他不对付。新人就是麻烦。新人就是麻烦。经理，我没有。行了，赶快把衣服换了去，别在这磨磨蹭蹭的。明珠，我姓黄，有事你就吩咐他们。黄经理是吧？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在我哥面前多说你的好话的。
季总的妹妹一看就是气质非凡，清新脱俗啊。季总妹妹，对呀，薛小姐，您就别装了，我们全公司都知道季总的妹妹是要到这边上班的。也是，青岩姐和我哥离着，那季廷川也是我哥。原来公司是季总特意为我收购的呀。季廷川真好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不想太高调。不过黄经理，我不喜欢那个新人。是是是。经理交代，今天处理完这些。知道了。终于做完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第一天上班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领导丢给了我好多跟工作不相关的杂活，我都得干完。还有同事们，算了，不提他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提？被欺负了？怎么可能？哥，你看我像那么吃亏的人吗？让新人加班到半夜，派人把公司收购。让新人加班到半夜，派人把公司收购。别呀，爸，我就想普通上个班，积累积累经历，不用这么大张旗鼓。我季少卿的女儿还需要受人欺负，看人脸色行事吗？好的，爸，我没事的。爸，你看哥打球打歪了。哼，他是看你受欺负慌了。刚才他可没让着我啊，他比我都宝贝你。哪有？爸和哥都得有差字号。我好累啊，我先上楼洗澡去了。我脸怎么这么烫？不行不行，江晚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他可是你哥。下周新艺剧团的设计赛，我亲自去北的。听说啊，还是你下手比我快，原来早就把公司收购了。怎么了？怕婉婉受到欺负？爸爸，我快年底了，有没有兴趣去相亲啊？我现在的心思都在工作上，相亲还早吧？这是有心仪的女孩了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么晚了还不回房睡觉？大小姐工作这么努力。那当然了，听说这次比赛，公司总裁要来公司亲自颁奖，我一定要拿下比赛的第1名，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清我的实力。
你一定会是第一名的。我去趟卫生间。啊！哥，走路小心一点。哦，好。我刚才在想什么呀？我居然还闭眼。公司换了老板就是不一样，在公司颁奖都搞得这么正式。就是来的人有些参差不齐，什么土包子都能往里进。那可不，这些可都是多亏了明珠呢。也不知道谢谢薛小姐。你们在说我？说谁自己心里清楚。一个连设计图都看不懂的混子，也不知道哪来勇气坐这儿。我们快别说了，人家可是走后门进来的，指不定有什么干爹呢。到时候一哭一告状，你可就惨了。我是通过层层面试光明正大进来的，他干爹再厉害，哪有我哥强？方文佳慧，如果以后有人敢欺负你们的话，告诉我罩你们。五哥也配？就是明珠小姐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滚出星宇。有个干爹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是我们明珠小姐人美心善。今天设计比赛你一定是第一名。江晚，你就等着被我狠狠踩在脚下吧。啊，我等着。来，明珠，快坐快坐，马上开始了。这不是我的作品吗？怎么写了薛明珠的名字？这是明珠小姐设计的，作品简直别出心裁，太有创意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薛明珠，这明明是我的作品，怎么变成你的名字了？你的作品？你的作品在哪？在垃圾桶里。这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怎么变成你的了？这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怎么变成你的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你的作品落选了，然后想把你的作品变成我的作品。就你那设计，人在大街上都没人捡。吵什么呢？吵！颁奖仪式马上开始了，总裁马上就到了，知不知道规矩？经理，江晚指着明珠小姐的作品，说是她设计的。王经理，这个颁奖典礼是我哥特意为我办，所以设计作品。薛小姐，我都懂，您放心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明珠设计的。经理，这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薛明珠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样？江晚，你再扰乱现场，胡搅蛮缠，我就要保安把你赶出去。好，薛明珠，既然你说这是你的作品，那你的设计理念、构思想法是什么？王经理，你看他一个新人在这咄咄逼人的，让我堂堂大小姐的脸面往哪放？你算什么大小姐？哪家的？够了，保安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，以后不用来公司了。心里有你这样的高层，真是住处。总裁到。心里有你这样的高层，真是住处。总裁到。哥，总裁，他把心理收购了。听川哥居然为了我亲自来这里颁奖，多亏我哥娶了季听川的妹妹。计生集团总裁可是那种总部的会长，提前觉得来一个小公司来颁奖。这都是薛小姐。季总裁看我了，他还在对我笑。人家在看自己妹妹薛明珠。他妹妹薛明珠。季总亲自莅临我们星宇，宣布本次设计比赛优秀作品获得者，是我们星宇莫大的荣幸，大家鼓掌欢迎。
本次设计大赛的第1名是星宇设计部。薛明珠。黄经理，你确定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这名叫薛明珠的员工吗？没错，薛明珠是我们设计部最优秀的员工，这是他设计的作品。这个作品是姜婉的。季总怎么连自己妹妹的台都拆？这怎么可能？作品确实是薛明珠您的亲妹妹设计的呀。我不认识什么薛明珠，我的妹妹只有这个设计图是我看着她熬夜做出来的。什么时候变成薛明珠的？原来姜婉才是大小姐。薛明珠是冒牌货。不可能，青年姐才是你妹妹，青年姐跟我哥结婚了，所以我也是你妹妹。季青年是假的，至于你们薛家，早就被封杀了。薛明珠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什么？妹妹，咱们家被封杀了，债主追上门，南城咱们待不下去了，你千万别回来！都怪你个该死的季青言，姜婉才是季家大小姐。薛明珠，你偷我设计的，在公司拉帮结派、仗势欺人、打压员工，这一桩桩你进谏，也该得到报应。姜小姐，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姜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您才是真的大小姐，都是他，都是薛明珠，是他让我把您的设计稿改成他的名字，我都干了什么？我只想帮一个假冒的欺负真千金。没错，是他把我们骗了。你们这群欺软怕硬、唯虎作伥的东西，也比他好不到哪去。打压下属，谄媚上司，就是设计部的蛀虫。你们几个业内出名，设计行业永不录用。薛明珠，现在看清楚了吗？谁才是大小姐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是被我哥抛弃的弃妇，你居然是季家千金，你是大小姐？把薛明浩的地址给他的债主们发过去。至于这名冒充我妹妹的人，赶出去。是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哥，不是说好让我自己实习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收购了公司？我给你创办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以后就在自己的公司实习，不许再受欺负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哥，你真好。什么相亲？爸，你要让我哥去相亲？你要让我哥去相亲？这就已经无上了，是不是一样？平川的年纪也不小，是该生男的。相亲怎么办？其实我有喜欢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反正就是不行。吃饱了。哎，你这才吃几口啊？吃饱了。是的。对吧？明天把你下属的事情给我出来，去谢谢自然承担带你相亲路线。爸，其实我心里先有想的人。哎呀，你先见人见我安排的，你肯定喜欢，就给定了啊，吃吧。江婉，你在想什么？他是你哥，他以后肯定还会娶妻生子，对别的女人也那么好的。宝贝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不行。爸，饿呀？爸，哥这个年纪得以事业为重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想去相亲啊？是啊，
明天下午你也去相亲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我说明天下午你也去相亲。这次无论如何，你都得听爸的。我才不去相亲！你看看你主动嫁的人是什么牛鬼蛇神，你不去也得去。你哥都答应了，你还不去？我哥答应去相亲，那是他的事。哎，明天下午一定去啊！不知道这俩人要是知道他们对我一般的相亲对象是最高的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大小姐，总裁让您相亲的地址是……我哥都要跟别的女人跑了，还想让我去相亲，没门！我哥这相亲对象靠不靠谱呀？连我哥的鸽子都敢放。哥，你怎么在这？完了，我哥不会已经相亲结束了吧？我连那女的长什么样都没见到就被他发现了。说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？我就是逛街逛累了，随便找个地方歇一下。哦，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你的相亲对象呢？他多高？性格怎么样？有没有我漂亮呀？谁会比你漂亮？我被放鸽子了，他没来。真的？怎么？我被放鸽子，你这么开心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是惊讶，他居然连堂堂继盛集团总裁的鸽子都敢放，这女的不一般啊。那你想不想再去逛个街？那你想不想再去逛个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。走吧。随劲的带我。爸，您找我？我问你，今天为什么没去相亲？你知不知道？这地方跟你整整一下午呢。爸，我不想去相亲。你女儿刚从一个火坑里跳出来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把我推到另一个火坑去？凡凡啊，爸爸安排呀，主席是真心实意为你好。你总说为我好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去相亲，我还要做您的小棉袄呢。那你哥怎么办呢？我哥当然也不去相亲啊，爸，你就是看在哥哥不会忤逆您的意思才这样武断，强迫他去做不喜欢的事。不行，你必须去相亲，你哥也必须去，这事没得吵。爸，你怎么这样？不生气了。爸，您找我？
听说啊，婉婉呢这人不懂事儿，爱搞小脾气，还是你最让我放心。今天没见到小新娘，明天我们再去见一面。爸就非要铁了心让哥去相亲吗？婉婉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季庭川，你是不是又答应爸爸去相亲了？这扇门凉，我带你回屋。小心。季庭川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你放我下来。季庭川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相亲？你放我下来，我没喝多。季庭川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当我哥哥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喜欢别的女人？放心，我没有答应爸爸，我也不会去相亲。你喝醉了，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季庭川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就变成什么样的。我不要做你妹妹，我要做你的女人。不用变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。爸，我喜欢婉婉。从小到大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她。季庭川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爸，我是真心实意喜欢婉婉的。爸，我也喜欢她。婉婉有过一段婚姻，你不介意吗？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只是她这个人。爸，我非她不嫁。您要是再反对，再逼我们去相亲，我俩就私奔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反对了？都起来吧！还私奔？那我让你们俩彼此相亲都不去，我还以为我上了年纪看走眼了。您是说相亲？我和他？是啊。你们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我是觉得给你们俩添把火，让你们去相亲。好了，现在结果都一样了。哎呀，我得找个黄道吉日，赶紧约回去吧。